欢迎搭乘飞往丹麦哥本哈根 Vikollileden 的班机，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请放松你的心情 ，Let's go！ 我有问题，水很脏。第一站 Hay， 带家人跟老公到哥本哈根市区的 Hay House 来逛逛。那 Hay House 呢，是我已经喜欢很久的品牌，我很喜欢他们在颜色上面的选用，有些是很饱和的，然后有一些是很柔和的，这样搭配起来会让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有活力，但是又不会过于杂乱。另外呢，我也很喜欢观察我的家人或是老公他们会看上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这一次我姐她就买了烛台跟蜡烛回去当成她橱柜的装饰品。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个花的展示，也让我爸妈产生了一些新的灵感。每一次到这种地方，都会想要挖掘不同的巧思，像在挖宝一样，然后把这些带回原本的生活。我会觉得不一定真的要拥有这些物品，透过欣赏跟体验，有时候去挖掘到的灵感会更符合自己的生活。第二站 Studio Ahoy。Ahoy 这个是他创办人的姓氏。关于这个工作室背后的故事，在2002年，创办人从多媒体设计学位毕业，毕业之后就从事着平面与数位的设计工作。在不久之后，他就感觉自己需要新的变化，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到了日本东京。在日本的那段时间，也给他了很多美学上的文化刺激。2010年，他回到丹麦，也回到了原本平面跟数位设计的工作。在工作不久之后，他还是感觉到自己渴望能够有更实体的设计与创作。经过了尝试与努力之后，他终于在2011年得到了第一份订单。现在呢，这个地点是他们2020年所搬来的地方，也是他一直梦想的点，就是在市中心拥有一个设计与生产的所在地。第三站，这个名字更不会念了。这个地方是位于市中心附近的美食广场。这个地方总共有80个摊位，有蔬菜水果、意大利面、咖啡店，还有开放三明治。然后它有2处是有屋檐的，中间则是露天的。所以如果你在市区逛累了，想要找个地方坐一坐休息，吃个东西，或是躲个雨，这里就会是一个好地方。第4站 Bar。Bar 这个字也有 barley 大麦的意思。我很喜欢这间餐厅的用餐环境，虽然是高品质的餐厅，但里面用餐环境却是令人感到轻松自在。餐点的部分，你可以选择单点，或者是餐厅帮你配好的3道料理。这一道是青鱼开放式三明治，接着是正餐炸猪排搭配鸡油菌菇，吃的时候再搭配旁边的越橘，再淋上他们特制的奶油酱。甜点的部分是冰淇淋配上烤梅子。
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的餐点都非常令人惊艳。第5站 Whole Bakery。Whole 这个字呢是有 rye 的意思，黑麦。这一间主要是将原本传统烘焙文化结合当代的美食学。这一间店它的主要烘焙师是在阿根廷完成美食学之后到欧洲旅行。在欧洲旅行这段时间，他也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著名餐厅 Noma 工作过。现在他将自己对食物的热情投入于这一间 bakery。第6站 Green Island， 这是我们在运河边散步时所发现的餐厅。这一间餐厅呢，它的用餐环境非常的悠闲，座位是采不规则分散在整个餐厅区域。特别的是，还可以让你租船在上面用餐。而这间餐厅居然也有我一直很喜欢但很难找到的 Hugo。这一间餐厅如果在白天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视野非常的辽阔。那到了晚上，这间餐厅因为灯饰会变得更明显，所以又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最后一站，运河观光。到哥本哈根非常推荐，如果没有运河观光过的人，可以来一次。我们所搭乘的是从新港出发的船，总共1个小时的观光行程，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景色。船上也有导览会跟你用非常幽默的方式跟你介绍哥本哈根的特色，比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小美人鱼，或是像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是当地人在船上开会的样子。哦，你会加了前面。靠，好，就是呢，这一次我很好奇，这位跟我个性很不一样的仁兄，跟我在同样地方旅行之后，我们的心得会是一样的，还是有很多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次我就会想要用问答的方式去了解你对于这个城市旅行下来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水上活动。因为我看到岸边很多人就直接换衣服，他要去游泳，然后划立桨、划独木舟，甚至还有在水上的咖啡厅，非常有趣，而且我很喜欢。那你第2次去，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第1次去的时候，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跟我韩国的朋友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穷学生，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花太多的钱，大概去了3天2夜，然后我们一样有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这次有去的 restaurant bar， 那一次也有去，但那一次其实因为不知道那间餐厅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因为只是太冷，所以我们进去就点了1碗汤而已，然后他点了肉丸，我们就这样玩下来，加机票只花了7000块，超划算，真的。那这次第2次因为跟你还有跟家人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一样印象很好，只是说可能会觉得认真玩下来，其实该花的还是会必须花到，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吃的还是好吃，然后可以看的东西还是很多。然后我问你用2个关键字去形容这次哥本哈根城市给你的感觉。第1个关键字我会用明亮，可能跟那边的建筑跟天气有关系。第2个我会用干净，但是干净不是单纯的指环境上的干净，也有一种是他们人散发出来的干净，或是你在那边感觉到的心灵上的干净。等等，我有问题。你刚刚说到人的干净，人的干净，所以你觉得谁很脏？不是，这个不是在说谁有没有洗澡或者谁臭，是一种当你跟你自己是一个个体，跟其他人个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相处你没有觉得黏腻，或是你没有觉得
不舒服，你觉得适当的保留空间，但你也不会觉得说有距离感。所以在那个环境下，你感觉到不是只有地板很干净，也没有垃圾这种，而是你的心你会觉得我有足够的空间，然后我可以欣赏这个城市那种干净，然后我跟人之间其实是有连接的，不是很疏远的这种干净感。适当的舒服，就是舒服，我觉得舒服可能更恰当吗？或者是其实干净我也蛮喜欢的。对，你会用哪2个字呢？清爽跟可爱的，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明亮的感觉，然后舒服的，所以在视觉上或是感受上都会觉得其实是很不黏腻的，就这样子说的啦，不黏腻啦。是北欧极简风格，但是它不是很冷冰冰的那种极简。哥本哈根的那个陶艺工作室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很喜欢，因为它虽然没有什么用途，但是我会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很清爽，然后因为它会透光，我也喜欢这种玻璃材质的物品，然后我就会觉得不知道看了心情就很好啊，就是没讲什么有建设性的，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它很可爱，然后所以它会给你一种你看到它是开心的感觉，所以我喜欢它就是摆饰在你的桌子上面，或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觉得很好。对。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因为是你第一次去哥本哈根，然后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喜欢吃肉桂卷的人，可是我们来到了肉桂卷的故乡。所以我想要，我也知道我在旁边看你也吃了蛮多肉桂卷的，所以我好奇，哥本哈根的肉桂卷比较好吃吗？哥本哈根，我会先回答，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肉桂，但是哥本哈根的肉桂卷，先从可以接受到后来喜欢上，所以对，然后但是不是我有去吃过他们那个烘焙坊的肉桂卷，因为烘焙坊肉桂卷会有一点。想要加一些新的创意，所以会加一些很多调味料。可是我反而最喜欢的是从他们那种当地超市买的肉桂卷，就是他把那个甜跟肉桂的比例抓得刚好，所以你不会太甜或是太肉桂都不会，所以我很喜欢。就那边的 open sandwich 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本来印象中的 sandwich 可能比较普通，可是上面垫一个主食，然后上面会加一个很华丽的东西，华丽的料，然后有腌制过，所以非常的美味。在哥本哈根，我觉得这一次吃下来印象深刻的是 Restaurant Bar 的那个猪排，就是它的猪排就不是一般想象的猪排，你一咬下去，你就可以觉得里面有那个很细致的奶油香，然后最后没有在看那个角度，为了最好的那个，就是。然后一咬下去，你就会觉得里面有非常细致的奶油香。然后最后它不是有附上那个他们特制的，有点像是葱油，对，有点像葱油的一种奶油酱，反正就淋上去，然后配那个越橘，超好吃。然后肉又是那种有汁的。那最后一题，先让你去一次丹麦，你会想要再去一次吗？我如果还可以再去一次的话，我想夏天尝试看看他们直接从岸边这样跳下去游泳的那一种感觉，有点像当地的。只不过对我来说，我可能要我的第一步可能要先挑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岸边来去游泳，然后等到比较熟悉了之后，再慢慢跟大家打成一片，在水里混成一团。对，在水里混成一片。如果再让我去一次的话，第3次去哥本哈根，我之前是冬天去，然后这次是夏天的尾巴了，所以我会想要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对，我们可以一起，但我不用选没有人的地方。我觉得我也想要就是跟大家直接和成一团。因为我也是很想要尝试那个水上活动，比如说在水上骑脚踏车，我觉得超棒的。然后我最想要的是在船上面，在河上面